白天项羽的冲锋喊的那些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妖言惑众，斩将立威。不对，这些都只是表象。项羽的核心是简单，简单到粗暴，粗暴到让我这个用计的人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将军，各营已经加固了防线，斥候也放出去了。明日我们……他不是喜欢正面冲吗？我明天就给他一个正面，我要用20万人的铁壁把他连人带马挤成一滩肉泥。我要用最堂堂正正、最无可挑剔、最绝对的力量碾碎项羽的投机取巧。我要证明，兵法终究是兵法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布大堰无极阵。大堰无极阵，那是韩信压箱底的本事，是纯粹用人命和阵型变化堆出来的绞肉机。此阵一出，除非有10倍以上的兵力，否则绝无可能从正面突破。将军，对付项羽那点残兵，用得着？用得着。在绝对的实力和完美的战术面前，项羽任何投机取巧都将会是徒劳。怎么回事？项羽在搞什么鬼？他昨天不是说要玩点别的吗？派出去的数波赤袭，得到的回报都一样，楚军大营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那扇旗子插在山顶，连个看守的都没有。人呢？那2000人，连同那该死的项羽，怎么会突然消失了？将军，西侧粮道琅琊谷的500道军粮被烧了，押运队死伤过半，对方只用了110号人，打了就跑，根本追不上。报将军，我军派往北面侦察的斥候小队在芦苇荡附近失联了，只找到几具被割了喉咙的尸体。报，南面马场遇袭，上百匹战马被惊，冲散了营地。报，韩信精心布置的20万大军，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巨象。被一群蚊子叮得浑身是包，却连对手的影子都摸不着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项羽说的玩点别的，根本不是什么新战术。他把这片方圆百里的山川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，而他那2000人则化作了无数枚神出鬼没的棋子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这套打法我也会，可我从未想过有人敢用区2000人对20万大军用这种战术。这已经不是打仗了，这是放血，一刀一刀搁在汉军的补给线和侦察网上，缓慢而持续地削弱着这头巨象。传令，分兵，以5000人为一营，封锁所有谷口要道，拉网清剿。我就不信他2000人还能飞了不成？妾身只想，大王这次莫要受伤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也让韩信看看我的兵法。这，大王，神了，真的神了！我们按您的吩咐，在琅琊谷放了把火就撤。汉军的追兵赶到时，我们早翻过山头了。他们人多，马也多，可在这山里根本施展不开。大王，您怎么知道那条小路能直插汉军的马场？我们从天而降，那些摇把的汉兵都吓傻了，还以为是天兵下凡。当年把这块地方的军事地理图都快翻烂了，哪个山头有姑娘，哪条沟能藏兵，我都知道。韩信开始分兵了，是分成了10几股，正往山里搜呢。这就对了，他要是缩成一团，我还真不好下嘴。现在嘛，传令下去，让兄弟们都别动了。找地方好好歇着，睡个饱觉啊！大王，汉军正搜山呢，我们不转移。转移什么？他们几千人一队，漫山遍野的找我们2000个，累的又不是我们，咱们缴获的粮草够吃1个月。他们20万人，每天人吃马乏，消耗是个天文数字。现在补给线又被我们掐断了一半，我倒要看看是他韩信先找到我们，还是他的兵先饿肚子。告诉弟兄们，马上到下一个回合了，从今晚开始，到我们给韩信表演了。白天的紧张和疲惫，加上夜晚的饥饿和寒冷，让一股无名的恐慌在军营中蔓延。
对面的兄弟们饿了吧？我们霸王这儿顿顿有肉吃啊！韩信贪了你们的军饷，拿去养女人了，你们还替他卖命。北边张三，你老婆在家干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东营李四，你上次赌钱是你家屯长出钱。张三？哪个张三？真的假的？我老婆……妈的！我就说李屯长手气怎么那么好？饥饿、疲惫、猜疑、恐慌，这些负面情绪在全粉阴势的催化下迅速发酵。项羽，你无耻！诛心，这是最恶毒的诛心之术。我苦心建立的军心气息，在这种下三滥的面前，脆弱不堪。他不像一个霸王，他就是个混迹市井、无所不用其极的泼皮无赖。这个无赖，偏偏还有战场嗅觉和官绝天下的勇武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此刻，汉军军心已彻底崩溃。我知道，不能再被项羽牵着鼻子走了。来人，传信给汉王，就说项羽诡计多端，非大军合力不能破之，请汉王亲赴固陵督战。臣韩信恭迎汉王。大将军辛苦了。之前叫我韩青，后来叫我大将军，再后来到这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客套。项羽呢？臣正在20万打2000，打了5天，人呢？大王，刘邦到了，带了3万亲卫。大王，这下麻烦了，韩信20万加刘邦3万，23万。你觉得他是来帮韩信的？刘邦这辈子最怕3件事：第一，怕死；第二，怕别人不听话；第三，怕手下比自己能干。韩信3条全占。刘邦不是来打我的，他是来看韩信的，看韩信会不会趁机拥兵自立，看韩信是不是故意放我走，看韩信的20万人到底听谁的话，我就帮他看得更清楚一点。韩将军台谏，固陵之约，吾已知悉。淮阴3郡，将军之意，吾心领矣。待大事已定，淮阴3郡尽归将军。落款：项敌。大王，这是伪造的。我跟韩信没有约，但刘邦不知道啊。把这封信丢到汉军巡逻队能捡到的地方。大王此计，怕是比10万大军还猛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韩信将这几天的战况一五一十的汇报。你是说彭越和英布都不动了？是，项羽不知用了什么手段。项羽能有什么手段？他一个光杆霸王，拿什么说动彭越？彭越那条老狗除了我，谁的话都不听。大将军，你觉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的很？项羽2000人搅得你20万大军鸡犬不宁，彭越、英布同时生病，现在项羽不跑了，就在这片山里跟你躲，像不像有人在帮他？汉王，臣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没什么意思，随便问问。大将军别往心里去。禀汉王，巡逻队在西面密林中截获楚军遗落的竹简1卷，上面有。拿来。韩将军台谏，固陵之约，将军之意，吾心领矣。项敌。大将军，你跟项羽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汉王，这是伪造的，项羽的诡计，臣与他……我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大将军，从明天起，这20万人的兵权就给我来调吧。
大王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刘邦啊刘邦，我跟你斗了20年，你唯一的错就是从来不肯把命交给别人。韩信有兵权，我拿他没辙，但刘邦嘛，张良在这天傍晚来看过他一次。韩将军，忍。第4天清晨，斥候带回一个消息，项羽跑了。准确的说，是楚军连夜拔营，朝东南方向急退。粮尽了。汉王英明，困了5天，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没粮吃。他往东南跑，那方向是乌江，他要回江东。项羽这辈子就一个毛病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掉就回老家。从彭城跑到广武，从广武跑到垓下，现在又想跑回江东。传令，全军追击，趁他粮尽兵疲，一口吃掉。汉王，不能追。大将军有何高见？这是诱敌。项羽缴获的粮草够吃1个月，不可能5天就粮尽。他扔的辎重是做样子。楚军尸体是故意留的，那几具尸体伤口发黑，死去至少3天，绝非昨夜战死。所以呢？所以他在前面等着我们。从这里到乌间，必经青龙岭，那是一条峡谷，两侧高坡密林，入口宽，出口窄。大军一旦进入，首尾不能相互，他会在谷中设伏，守住入口和出口，占据有利地形。谷底的大军肯定会陷入被动。韩信的分析精准、冷静，无懈可击。大将军，你打了5天没抓住项羽，我来了第4天，项羽就跑了。你觉得是项羽怕你呢，还是怕我？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韩青啊，你想想，项羽要是真有伏兵，他为什么不服你？他偏偏等我来了才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怕我。他知道你打不赢他，但他知道我来了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汉王，臣最后说一次，青龙岭不能进。大将军留守后军，看好辎重。追击的事，我亲自来。鸿门宴，当年项羽放走刘邦，而今天天道轮回，报应无双。来了。大王，斥候来报，汉军前锋已过3岔口，先头部队约2万人，正快速向青龙岭推进，后面跟着的主力至少15万以上。韩信在哪儿？没看到韩信的帅旗，只有龙旗。刘邦亲自来，而韩信被摁在后方。传令，按原计划，放前锋进谷，等龙旗过了青龙尾，封死2头。等了5天，终于等到你了。1个时辰后，汉军顺利通过青龙岭前段，没有遇到任何阻击。看到没有？韩信说有伏兵，伏兵在哪儿？项羽就是粮尽了跑路，还设什么伏击？汉王，前方谷口被巨木封死，楚军从山上。刘季，当年鸿门宴是我放你走的，那么今天
还走得了吗？而此刻，韩信在20里外的后军，看不见，够不着。大王，紧急军情！南面英布的3万大军突然拔营北上，方向正是青龙岭。大王，英布北上，3万精兵南面直插青龙岭。如果在项羽攻击刘邦时从背后杀到，那就是腹背受敌。大王，怎么办？英布那狗东西反悔了。他不是来救刘邦的。什么？英布这种人，一辈子只干一件事：投降。现在牌桌上有2个选择：帮刘邦，将来被做成肉酱；帮我，他没那个胆子。他2边都不会帮，他是来看热闹的。谁赢了，他就投谁。他现在北上，就是怕错过战队的最后时机。他应该不会等太久，最多2个时辰，他的前锋就能看见青龙岭的烟火。到时候他会根据战场局势做选择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2个时辰内，在他到之前，把刘邦按在地上，让英布看到的第一幕是刘邦跪在我脚下。那会儿他连犹豫的资格都没有。动手！惨叫声、骨骼碎裂声、战马嘶叫声搅在一起，整条山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绞肉场。踏平青龙岭，活捉刘邦！护驾！护驾！韩信在哪儿？汉王，韩将军在后军，距此足足20里。20里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会儿我怎么跑？不可能！他见过项羽打仗，在彭城，在广野，每一次都是噩梦，但没有一次这样近，近到他能看清项羽的眼睛。快，挡住他！挡住他！那时候你说陈与将军齐力攻秦，定不敢有二心。现在呢？项王，你我何必如此？何必如此？你偷我关中，杀我义弟，挖我祖坟，欠了这么多年的账，今天九江王有令，助汉王破贼，格杀项羽者，封万户侯。有意思。放开我！营部，你要救的人在这儿。九江王有令，助汉王破贼。这句口号还挂在嘴边，可汉王已经在人家手里了，助什么破什么？英布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来救他的，还是来抢功的？救他，他现在这副德行，你救回去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杀你灭口，因为你看见了他最丢人的样子。抢功，功在哪儿？人在我脚下，你拿什么跟我抢？皇上，冲吧！他只有2000人，咱们3万。闭嘴！英布，我上次跟你说的话，你应该还记得。肉酱以3族私有反相，这几天我夜夜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全家被押上刑场。你觉得他会感激你，还是恨你？
刘邦被人踩在脚下的画面，已经被我这3万九江兵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画面传出去，他的天子威严荡然无存。刘邦绝不会容忍见证者活着。你现在有2条路：一，冲下来，跟我拼命，就算你赢了，将来也是一罐肉酱；二，带着你的人退回去，等这盘棋下完了，我项羽给你一个比刘邦大方10倍的价码。英布，救我！我封你为王，世代相传。全军后撤！王上，后撤！退回30里！现在，立刻！大王一个人，一只手，一句话，竟然逼退了3万大军。刘季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汉王了，你是我的筹码。绑了，嘴堵上，别让他叫唤。收拾战场，半个时辰后出谷。大王，接下来，在那里，还有一个被夺了兵权、被按在辎重营里的男人韩信。刘邦没了，20万汉军群龙无首，你猜韩信现在在想什么？大王担心的从来不是英布，从头到尾，真正的变数只有一个。韩信这个人，被人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才是最危险的时候。韩信受胯下之辱而不发一言，越是压制，他的反弹就越恐怖。刘邦夺他兵权，他忍了，可现在刘邦被抓了，那20万人的主人空了，就像一头没有主人的巨兽，和一个被解开枷锁的兵仙。大王，韩信，他重新掌兵了。刘邦被擒的消息传到后军，最多1炷香。韩信只用了1炷香，就完成了掌权者的身份切换，快，太快了！韩信怕是早就在等这一刻。刘邦夺他兵权的那天起，他就在布局接盘，等一个刘邦倒下的契机，然后名正言顺地站出来。走，出谷。大王，韩信那边，他不会来，至少今晚不会。刘邦被抓的消息一传开，军纪必乱。韩信要是不先把这锅粥搅匀了，明天他手里就不是20万大军，是20万流民。所以，我们有多少时间？1夜。刘季想活命吗？你想怎样？写封信。什么信？告诉你那20万人，你还活着。告诉他们，韩信不是来救你的，是来抢你位子的。项羽这是要用我的手把韩信和汉军彻底撕裂，我凭什么信你不杀我？你没有选择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：韩信这个人，你比我了解。我太了解韩信了，那个从胯下爬过去的男人，骨子里比谁都记仇。被夺兵权的耻辱，他绝对不会忘。给他笔。汉王被俘，从现在起，全军听我号令。韩将军，汉王他，我们是不是该先什么？带着20万人冲进青龙岭，把汉王和项羽一起埋了？项羽手里有汉王，我们投鼠忌器，但项羽只有2000人，他吃不下我们，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僵持。他有人质，我有大军，谁先沉不住气子？
谁就输。将军，项羽派人射进来的。竹简上只有一行字，是刘邦的笔记。韩信谋反，诸将勿从，朕尚在，速来救驾。项羽，你想用刘邦的手把我变成叛臣，可你忘了一件事：刘邦在项羽手里生死未卜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。我韩信今日起暂代汉王统御全军，不服的现在就可以走，去青龙岭找你们的汉王。项羽，你想跟我下棋，那就下。不过这一次，棋盘上没有刘邦碍事了，你我之间该有个了断。大王，那封信被韩信当众烧了，汉军没有乱。好，韩信，你终于不装了。历史上的韩信一辈子都在犹豫，该反不反，该走不走，最后死在一个女人手里。可现在，我亲手帮他斩断了所有退路。一个没有退路的韩信，才是真正的兵线。这盘棋终于有意思了。那是一支重新找到主人的军队，而那个主人正在磨刀。大王，汉军营寨全部重新布防，原先刘邦带来的3万御林军已经被拆散变入各营，曹参旧部全部调离核心位置，换上了韩信自己的人。粮道呢？封死了，韩信调了2万人专门守粮道，每隔3里一座烽台。我们之前用的那几条山间小道全被砍伐了，沿途树木，视野开阔，连只兔子都藏不住。2个时辰，韩信不但理清了军心，还把我之前所有的游击通道一口气堵了7、8成，这才是韩信。刘邦压着他的时候，他是条拴了链子的狼，而现在，还有，韩信派了使者，说要跟大王谈，一个人来的，没带兵器，就站在谷口外面。让他过来。在下李左车，奉韩将军之命，给项王带一句话。说，韩将军说，交出汉王，放将军东渡乌江，裂土封王，江东之地尽归项氏，此为底线，不还价。裂土封王，江东归项氏，这条件不可能有这种好事。韩信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？将军何出此言？你回去告诉他，项羽不吃这套。他要是真想给我封王，就不会在说这话的同时，派3000轻骑绕道鹿鸣山，那条路通向青龙以南出口。他是想趁我考虑条件的时候，把口袋扎死。这是韩将军出发前反复叮嘱的绝密部署，项羽怎么知道的？替我给韩信带句话。你说他那3000轻骑走鹿鸣山要过一条河，河底有淤泥，战马过不去。他要是不信，让骑兵试试。全军听令，拔营，向西行军。韩将军，项羽原话，他说你那3000轻骑走鹿鸣山要过一条河，河底有淤泥，战马过不去。他还说他拔营往西走了。鹿鸣山那条河真的有淤泥？末将已派人查证，河底确实是软泥地，前2日刚下过雨，战马踩下去至少陷到膝盖。这条河连我自己都没有实地勘察过，项羽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往西走了。是。
即便是什么？柳庄、佩泽，然后是涡水。污水秋汛刚过，水位高涨，宽于30丈，那里根本没有渡船，2000人过不去。项羽往西走，是要把自己逼入绝路，还是他不会往污水去？他是要我以为他往污水去，西走，我一定会追，追到涡水边发现人没了，那人会去哪儿？北，柳庄以北30里有一片废弃的旧军营，那是当年项梁起兵时留下的。他要回旧营，那里有地道。张弛，率5万步兵封锁柳庄以北所有路口。赵谦，带2万骑兵从东面迂回，堵住旧营方向。其余各部原地待命，不许妄动。20万大军再次运转起来，这一次没有犹豫，没有质疑，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没有刘邦在头顶压着的完全不同的韩信。与此同时，柳庄以西一处密林中，他没追。韩信没派人追我们，他直接去堵旧营了。大王，他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韩信，旧营去不了了，改道。去哪儿？陈县，那是韩信的后方粮仓所在地，驻军不多，但屯着20万汉军至少半个月的口粮。韩信所有的算计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，他有粮，我没粮，那我就去把他的前提一把火烧了。2000人走不了大路，那就走没路的地方。韩信再厉害，他也算不到一个疯子会绕200里去偷他的家。旧营那边传来消息，扑了个空，项羽根本不在那里，他去哪儿了？来人！传令后方陈县守军立即加固防御，所有粮仓即刻转移。项羽，你到底是谁？立即转移粮仓，半个月的口粮3000升，这么仓促，怎么办？韩将军原话，项羽可能南下，做好最坏打算。全军戒备，粮仓分散转移，能搬多少搬多少，斥候外放5里。直觉告诉我，那个人真的要来了。报！陈县急报，南方高地发现密集火光，至少2000人。不是至少，就是2000。张弛率5万人从桃林渡口向南，堵住项羽退路。赵协带2万骑兵东面合围，其余各部全压陈县。我要集结15万人，把项羽死死按在陈县。将军，正面防线空了，若项羽这是声东击西，他只有2000人，没资格声东击西，除非项羽的目标根本不是陈县。大王，陈留发现我们了，直接攻城。韩信在陈县布下15万人等我钻口袋，对吧，刘季？陈县的粮只是诱饵，韩信知道我不是插话，他的主粮仓早就转移了，在汉军主营东面朝阳林。他以为我看不到，我偏要拔给他看。拔营，目标朝阳林，2000人一个时辰。大王这是要将韩信的自信彻底击垮，太让人胆寒了。火光消失了，是半个时辰前突然熄灭，楚军不知所踪。火光消失了，是半个时辰前突然熄灭，楚军不知所踪。朝阳林，那里是汉军第2批粮草的机密储存点，守军仅3000。项羽从头到尾的猎物都是朝阳林，陈县只是个幌子。传令，全县守军立刻回撤，放弃南面合围，全军向朝阳林集结。我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脖子，项羽往哪儿扯，我就只能往哪儿扑。大王，人来了，我们只有2000人。
2000，够了。刘季，真正的仗是在对手脑子里打。我让他以为我打陈县，他去守陈县；我让他以为我打朝阳林，他就把兵全调来救朝阳林。现在陈县空了，主营空了，他20万人被我耍得团团转。季布，留1000人，在这跟汉军死磕1个时辰。大王，那您……我带剩下1000骑，直插汉军主营。我要端他的老巢，活捉他的家眷，把韩信生平所有的骄傲一块一块砸得稀巴烂。随着项羽一拽缰绳，1天铁骑如幽灵般脱离战场，无声无息地没入黑暗中。留在原地的朝阳林外，战鼓震天，杀声四起。而这不过是一场为项羽拖延时间的残忍逆境。将军，主营南门外发现楚军旌旗。陈县是假，朝阳林也是假。项羽的刀剑从一开始就抵在了我的咽喉上。项羽，这位兵天突然发现，项羽根本不按套路落子，而是直接掀了桌子，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而这次韩信又会怎样破局？